俄乌冲突现在陷入了堑壕战，而双方都通过各种渠道引进了大量中国生产的消费级无人机。那么，这个堑壕战该怎么打？可以说太难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俄乌冲突进入冬季的时候，俄罗斯军队正在顿巴斯方向距离前线60公里的地方构建新的防线，也就是计划用一战时流行的堑壕战来对付乌克兰军队的攻势，从而为俄军重建预备部队创造条件。但是现在的情况与1916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明显不同。乌克兰军队或许没有强大的装甲进攻能力，但是已经装备了大量的能够在空中投放炸弹的无人机部队。据美国福布斯新闻网报道，一名乌克兰的志愿者表示，现实情况是我们正在把他们炸得嗡嗡作响。而这名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通过推特所发布的将手榴弹扔进俄罗斯伞兵坑的画面相当惨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堑壕战就成为静态冲突的代名词，双方都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堑壕战给了守军决定性的优势，进攻一方甚至死亡几千人才能够将战线向前推进10来公里。在今天的俄乌冲突战场上，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军队缺乏装甲力量和前线火力支援攻击机，再加上俄军有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这样就能够让堑壕对防御方非常有利，并且让这场长期的鏖战变成乌克兰军队的绞肉机。而乌军破解俄军堑壕战的最佳武器是什么呢？还真不是什么先进的东西，就是那一大堆从各种渠道采购的中国企业生产的消费级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个头不大，但是呢，侦察能力比较强，因为它们都带有光学的或者红外的摄像头，而且能够携带1枚或者几枚小型的炸弹或者手榴弹，以杀伤对方人员。其攻击精度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能够从几百米外的一定高度上准确地投掷这些弹药，从而命中目标。因为从无人机的视角来看，堑壕里的士兵与站在空旷的地方的情况类似，这与士兵从地面上观察外界的视场角是完全不一样的。而面对这样的攻击方式，双方的地面步兵只能使用步枪、机枪来扫射空中的无人机。然而很遗憾的是，这些由电驱动的无人机飞行时声音非常小，个头也不大，很难发现，因此经常会让堑壕内的士兵猝不及防。尽管双方都会使用这样的战法打堑壕战，但是相比于俄军而言，乌克兰军队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他们在网络战和舆论战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往往能够将那些拍摄下来的用无人机袭击俄军士兵所造成的流血场面和画面传到社交媒体上，以打击俄军的士气。有一点需要注意，俄军虽然穿有防弹衣，但是无法防护躯干，而这些投掷下来的手雷和弹片往往会导致俄军士兵的腿部和下半身受伤。如果在堑壕战中多名士兵聚集在一起，那么一次打击呢就有可能造成多人受伤，这对于俄罗斯军队而言呢是一个难以承受的代价。相比于俄军现在大量使用的巡飞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目前这些民用级的或者是消费级的无人机个头比较小，成本比较低，而且呢它们能够多次使用，比如说带1枚炸弹扔下去没砸中，它又可以飞回去再弄1枚。而这些廉价的武器呢，在供应上是无限的。多旋翼无人机和一般的巡飞弹还有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巡飞弹不能在天上停留，它只能在天上转圈，而多旋翼无人机是可以在天上悬停的。那么这又带来了双方堑壕战或者是对后方重要目标
攻击的一个重要不同。多旋翼的无人机可以跑到对方防空洞的上空，等待着这些从防空洞出来的士兵，然后再将弹药投掷下去。而巡飞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呢，一般飞到一定时间就必须和对手同归于尽了，因此没有很长的待战时间。俄乌战场现在再次陷入焦灼状态，双方从炮战转变成了堑壕战。那么无论是炮战还是堑壕战，情报信息都非常关键。首先要发现敌方目标，第二呢，要准确的打击敌方目标。那么无论是远程的炮战还是近程的堑壕战，各种各样精确打击的武器，尤其是能够掌握情报信息的武器都非常重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和战法夺取局部战场上的主动权，这个确实值得我们关注。而大量无人机，特别是消费级无人机这种轻小慢目标在前线上的出现，将会对未来战场的格局以及战法的演变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